就我们的这个肉，是一年四季，无论春夏秋冬，永远不会坏，3年5年都不会坏，而且是越放越好吃。不超过3个月之后，我们不用。我们现在有50口缸，一年现在大概有，反正得上100吨，没问题。兄弟们，我现在是在河南周口的项城市，今天啊带你们去吃一个信阳特色的焖关肉，据说啊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我们现在就过去看一下。今天呢是700多斤肉，全部是五花的。五花肉吃起来它是不干，肥而不腻。这猪肉看好嘞。你现在这个猪肉啊好像比较大哈。越这个猪越大的话，这个肉才越好吃。正常的猪肉都是80斤，这个合到有130斤左右。这个猪啊是越大越好吃。对，越大越好吃。只要打到这个4指那么宽，4指宽1指厚，这个焖关肉来样调，你还不能切很薄了，切薄了之后呢，它一炼了之后它就不成型了。切到1指厚，切成这个样子，有点像那个徐州把子肉了，是吧？哎，1指厚。像你这个肉啊，要切多长时间？这么多啊？切大概要占满了4个人切啊，得切1个多小时，2个小时。这就要开始炼肉了啊！哎，开始炼肉啊！这里边还放油啊？放点油，它不粘锅吗？哎，要不然它会粘锅的。这一锅要放多少肉呢？有60斤到70斤左右，60、70斤，锅有点大。一次这是4锅，今天的这3次，今天这是700多斤肉，一下子都是炼了1锅的时间得1个小时，这一锅才能炼成，把这所有的肥油给它抗出来。以前在那个小的时间，不是农村是靠那个大油丝儿，对，那猪油渣那种感觉。现在这个做法是一模一样，但是这是用肉做的，是五花肉做的，把这个肥油抗出来，这个肉才会好吃。这个肉啊是越肥越好吃，肥而不腻。太瘦了也不好吃。太瘦了不好吃，越瘦越不好吃了。这马上炼黄了，肉啊，换成金黄色了。对，炼成金黄色就好了。那你这个猪油炼出来要不要呢？那当然要，这就是我们的绝活。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兄弟们，你们见过吗？200多斤肉，它多少钱？哇，这个长得太可怕了。不要小看这个炼肉啊，这炼肉是有一定的技术还有火候，咱们控制得好。你炼不好的时间，这个油出不来，它也不好吃。像你这个1斤肉了，炸好的能有多少呢？2斤6两左右，管出1斤肉。2斤6两。这是信阳的头牌菜、招牌菜，应该全国都知道吧？应该，尤其做餐饮的都应该知道这个菜。到这个程度啊，还要炼多长时间呢？还得要炼20多分钟，半个小时。必须把这个油给它沁出来完，要不沁出来油都是不好吃的。啊，现在这油还没有出来完，咱们还有好多肥的。看着我这个简单吧？我看着很简单，但是呢，看着简单不简单，我觉得站边上看你不一定能学会。这个火候的把控很重要。这个马上就好了啊，马上就好了。我这边给它放点东西，最灵魂的盐，放点盐，白，盐要封掉它。这是八角，麻椒麻椒啊，好，可以了。这个料是最后放。对，可以了，对。这一缸啊要放多少肉呢？这一缸600斤左右，600斤，600多一点。现在我们的缸有50多口，50多个缸啊，50多个缸。那你这要放多少肉啊？存满的话3万多斤。今年干厨师干了29年，95年都开始做厨师，而且还是国家级技师。我做的少了，现在都是他们徒弟在做。现在咱4家店的厨师长都是我徒弟，都是我带出来的。这个为什么要装到小罐子里面呢？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分装小包装有的客人来了之后想吃咱的焖关肉，也是自己想回家，我就自己带着回家，自己都可以做。这个一罐正常是多大分量的呢？这个是3斤肉，对，3斤。就是3斤生肉。对，3斤生肉。里面的猪油这个就是放到罐子里面。对，猪油放到罐子里面就封住它了啊。小的时候，那父母那时间，天天都是大油嘛，那是哪来的这个别的油啊？全是吃的都是大油，但结果什么病也没有。假卖的哈，必须卖出的，买下去它才不坏的。像这样就可以吃了是吧？还不可以吃这个要放够3个月之后，最低要放3个月，放的时间越长它才越好吃。
然后3个月之后我们做的时间还要经过加工，再炖，再放点料，哎，然后做出来才可以上桌。这都是封好的。这是封好的。哎，这一缸现在5个月左右，不超过3个月之后我们不用。我们现在有50口缸。然后都轮流用，轮流的循环，对，循环着使用，要不然你今年焖了之后，现在立马都是它出不来效果，是不好吃的，那都不叫焖罐肉了。看，这都我们这一缸一缸都是的，哎，看到没有，都是的，哎。你这一罐大概我们这一缸，这一罐生意有淡旺季嘛，生意好的时间就是2天2天半左右一缸肉，一缸2天就用完了。哎，对，哎，看这么，哎，全部都是的，哎，在那缸的，哎，看。全部都是的，全部都是的，全部都封起来了，就是猪大油啊，这上面啊，哎，对，全是猪油，这是最传统的骨质酿法，骨质炼法。以前那个咱们老一辈的哪来的冰柜，它没有冰柜，肉没法这个储存，然后用这种方法，就是在小的时间就是最古老的炼法，炼了之后用盐跟油封到它，封了之后。它就是越放越香，而且永远这个肉它不会坏，这属于信仰的一个特色信仰的特外在。但是现在我估计在信阳市找我这几十口缸都不一定好找。信阳的菜被你发扬光大？没有，我只是在这里做信阳的菜。这个放的时间干嘛？放黄头了，这个时间更长的，这个可能有7个月左右，得有7个月8个月了，7、8个月。发黄了哈？对，发黄了，放的时间，看见没有？那像这个放的时间长，它发黄了，它不会影响口感吗？不影响口感，越放的时间长越好。你闻一下这里边，现在正在用这个肉，香不香？哇塞，冲击的香是吧？特别香，对呀，就是有点像那个猪油渣那种香味。对，特别香，好香啊！对，现在你吃的时间，这个肥的那一块，现在都是那个水晶状，透明的，对，透明的状，漂亮。要不然你不放过时间长，它达不到那个效果，它不好吃。这边还有，看见没？还是一缸一缸的对，这全是的，看见没？全部都是焖好的，这全是。这个都是焖了多长时间了？这个焖的时间要长一点了，这轮流这个大的嘛，轮流做的，看见没？都是在这，都是咱的焖罐肉。这个焖罐肉大概有多少年历史？有几百年历史，明末清初的时间就有这个信阳人就用这个焖罐肉，就是这种做法然后代代相传，流传至今。现在这个焖罐肉是咱信阳市的一道名菜，地方的名吃，也是非文化物质遗产。妈给他家买个花架，中餐厅标准的8人菜。他家那个焖罐肉您吃过吗？吃过，我们经常过来。感觉味道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在我们项城，非常有名气。这都冰起来了，弄点米饭就叫猪油拌饭了。弄点米饭猪油拌饭。这个就是一份是吧？对。这个要炖多长时间呢？大概20分钟到25分钟左右然后呢，有的顾客呢给我这吃了之后非常好吃然后他带回去了，带回来之后他们一吃硬，但是必须要加水，还要炖把这个油倒出来了之后再炒了之后再炖20多分钟，上桌就行了。这都炖好了，然后要盛到这个罐子里面。现在这一份是怎么卖的呢？这一份在我们店现在是卖68块钱。从酸苗，来点灵魂，好嘞。这个就是信阳的特色美食非物质文化遗产焖罐肉，来尝一下。它这个肉经过发酵以后现在你看起来它是透明状的，看有点像那个果冻，非常的软烂，而且吃起来它那个皮还有点嚼劲，我感觉它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在家里面炸的那个油渣那种味道，特别香，特别是那个瘦肉这一块就是这种焦香味。哇，它这里面配的就是信阳的特色，叫豆腐卷，有点像那个素鸡的味道。像这一块呢，就是有点瘦，这种如果是大块的厚的这种肥肉吃起来更爽。喜欢吃肉的朋友到这边来一定要尝尝，这个味道非常棒。你看我只做3个月，这3个月我要用到它20万斤肉。那你就是开封人？我不是开封人我是原来在这里还是也没啥人际关系，全是咱的品质与这个口碑一步一步做出来的。每天5点半准时到货。这里面大概有多少货呢？将近2斤吧。你这用量厉害哦。这不算啥，
去年旺季的时候，每天最少是5000斤，一天5000斤啊一！天5000斤。这是刚刚开始。师傅，他家那个肉啊，都是你送的啊，是的，不错。啊这？是我送的开封日铺里的最大的一个。又来一车。这一袋大概多重啊？ 15公斤左右。我们这里用的是全部是梅花肉。哦，梅花肉啊！你看这个梅花肉，哇，这个肉不多哎。一头猪出不超过10斤。我给我的客户承诺是梅花肉，坚决咱不用别的肉。这我认为我干30多年肉来说，我认为这个肉是最好的。我全部用的大红门的，一般的厂是红上的。到冬季，那不就是光梅花肉，我都最少都要到2吨多。一天啊？一天。这个肉是不是冷冻的？这些年都给我承诺，全部保证是鲜肉，冻肉绝对不进我的店。你看这个虾票啊，12月5号，昨天分割，昨天晚上分割啊，今天早上送。你用这个梅花肉啊，这成本就相对高了哈。这个梅花肉是分割肉里最贵的一个。像你们拿价多少钱呢？这个15左右吧，有个别地方真是卖到17、18一斤。俺的量大，这个厂家就一直给俺优惠着啊，相对便宜一点，相对便宜一点。啊，你这个肉好像还不太一样。哦，这个也是1号，不过它是带脂。咱的东西就是说2比8，2肥8瘦，2肥8瘦，要不然没有一点肥的，它口感不好。这每天4、5千斤，光切肉切到晚上腌制到凌晨1、2点。这个一会儿就要加工了哈。对，马上切片，搭配，肥瘦搭配好以后再切片。好了。啊，你这个切肉都是机器切的哈？对对对，你手工根本做不来啊。我看你这个好像是绞的，有的是片，有的是丝，是吧？对，肥的切丝儿，肥瘦啊，肥瘦切丝儿，这样比较匀呢啊，比较匀实，吃到每一口它都有一点肥瘦，都能吃到。这个要倒到搅拌机里面。对，一会儿要搅拌。就拌料了哈。啊，对，拌料。老板，你这个女婿啊很能干。是的，这是我精心挑选的啊，精心挑选的。这个瘦的切片，你如果是切的太碎了，没有嚼劲。正常这一下子有多重呢？这一下是400斤，这个是我用的全大料，这就是你的核心配方了，应该算。那是，好不好吃都跟这里说话了。这个才是我的秘制配方，料水不是料水，而是全料，全大料，有将近30种。白酒是去腥的啊，没有白酒的是这个会发腥。哦，你这还放辣椒啊？哎，对对，这是麻辣的味儿的。那你家总共有几个口味啊？有3种口味，一个麻辣，一个辣味，一个黑胡椒。哇塞，这个麻辣味好香啊！以前都是人工，用手搅拌，3个人搅就得2小时。最后给它来点香油，这就可以了。出锅。那这个搅拌好了就可以了，是吧？这个还得这个腌制啊，腌制最少12个小时以上。今天装的都是昨天腌制的。这个灌肠一般它灌不成，需要这个手干，灌的粗了细了，还有那个里头有空隙了，凭着这个手干往前走。像你这个一天一个人能灌多少斤呢？能灌4000多斤。现在灌的这种是麻辣的是吧？这是麻辣的。那一般正常啊，哪种口味卖的最多呢？麻辣的和南味的。麻辣南味卖的多一点。对。啊，这每一挂都要称一下哈。啊，对，都要过秤的。啊。等于说我提前把这个香肠每一挂多少钱多少斤，写个这个小标牌给它称好，然后直接挂到外边风干了。那你这个现在卖多少钱斤啊？灌好的22，是的，风干好之后卖干的是36一斤。很多那个外地的顾客想要的话，没法给他邮寄，湿的没法邮寄啊，只能给他邮寄干的。这一挂是11.91斤啊，价格是262，22一斤啊。等于说写个牌，这一挂就是他的身份证。你这每一挂都有一个小标牌。对，像你这个鲜的，如果说晒干的，大概有多少斤呢？晒干10斤的话，晒到6斤到6斤半。有的时候这个喜欢吃硬一点的，那再多晒2天的话，那花6斤
一下了。这个就要推出去晾晒了哈。对，光这个东西我做成成品，没有15遍、16遍左右下不来。这个天啊，是不是越冷它封着了效果越好？越冷风着效果越好。哦，哎，像这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喜欢冷天，这越冷和这个风干好以后，它会更紧实一点，口感会更好一点。每天做这么多啊，都正常销到哪里去了呢？那哪里都有啊，全国，全国，美国也寄过，美国还寄过，美国、泰国都寄过。不是这个肉能出口到美国啊？能，咱都有检疫合格证嘛。啊，啥证件都有，海关都没问题。台湾人给美国的太多了啊，他想吃咱这老家的这个东西呢，他就说不怕邮费，邮费比东西贵的太多了。他家这个香肠味道怎么样？特别好吃，每个味都可好吃。俺都买多少了一样都，我已经吃到嘴里了。啊，俺都买几年呢，你买吧不多，不买不亏。我都专门俺都买好几年呢，俺这是专门来买的。啊，这个是人家订的哈。没有，他买的2份，然后把味道分开。哦，刚刚听你老丈人说，他说以后就交给你了。他能把它交给我，也得在我能胜任之前。哇塞，漂亮！这个就是开封啊比较有名的香肠，他家啊总共是有3种口味，这个呢叫蓝味的，这个是黑胡椒的，还有一种是麻辣的，3种口味。这个是蓝味的，哇塞，这里面全是小肉块，尝一下，就是那种五香味的，然后吃到嘴里面呢，它有一点点回甜的感觉，而且我能明显吃到那种酒香味。哇，这个好吃，这个是麻辣的，来一个，哇，这个麻辣的看的颜色都不一样。这种就是典型的那种川味了，它不光有这种肉香味，而且明显能吃到那种麻辣的香味。这个是黑胡椒的，哇，爆汁啊！我个人感觉啊，这3种口味我还比较喜欢吃那个麻辣的，那种麻辣吃起来特别过瘾。喜欢吃辣的朋友啊，可以试试这个味道特别好。它这个里面的比例啊，听老板讲是2肥8瘦的，所以你吃起来并不是那么油腻的，满口飘香。东西好，我不要门面，就来家干。你想吃就来，不想吃不来。我也不求那不那啥嘞，我就这还做不够卖的嘞。我再弄门面，我累死啊！我这生意好时候，这门口堵塞排队，你没2小时你就赶不上。这个干生意的，那个生意不好，这个生意不好。你东西不好，你啥时候都是生意好不了。东西好，你厂里再严实，他都能找着。这是面洗澡啊，本来这都是啊，对，都是面洗的，俺都是在淘料面放上水都煮了。这个是什么面的呢？分好的糯米磨成的浆，这是白的，这是黑糯米的。原来没有这个米，这是最近的。最早是这个黄米，黄米是不是就是那个小米啊？不是小米，是那麸的，这个产量低，原先少买不着嘞，少了又改成这个白的。现在啥品种都有，还有红米的还没上来啊。红米现在慢慢的又有红米了，现在做的小了，原来做的大，原来一个20多斤，20、30斤一个，现在一个8、9斤、10斤。原来是地锅那个烧煤火，他做的大个夹毛锅。现在年龄也大了，也不中了，做不动了。这个是白糯米，白糯米，这一个磨2小时，火小了也不管，火大了也不管。您这边总共有多少个锅啊？我现在是烧，原先就是一圈的这12个锅，一轮出100多斤。原先俺都是这真是要饭的生意，养家糊口啊，小生意，这都是要饭生意，不是大生意。哇塞，放这么多枣啊！原来放的枣少，现在放的枣多，人都质量讲究吃喝，讲究口味。原来没穷，枣贵，这个东西你都不能害怕长孬东西，啥东西都是这。你光说那生意不好，他的生意不好，他什么？你东西不好，你不好吃，你的生意啥时候都不好。有不吃早嘞，给他打点豆，提前预定，想要啥的你提前说。有的吃枣多嘞，有吃枣少嘞，吃枣多嘞你能多放点。您这个里面其实也没有其他东西哈，就是也没有这个哈。俺这都是纯天然的东西，米枣这个东西就是得点心，你知道不？它就是吃，它不是主食，它要是主食卖的多了，知道不？
这个黄米看着都漂亮啊，都漂亮。黑米、黄米卖18，白米卖12。现在就这三种米上来，没上别的啊，上别的多了没不好摆阵。最多的时候一天卖过6、700斤，夜里1点钟都得起来打，啊，2个小时一轮，2个小时一轮，这个生意马上都不想干了。不，你这生意这么好，你干嘛不想干？还得要干都干，不干都失传。现在吃着还好吃点，你原先你要给他原先，你叫我打6、700斤。你给我100块钱一斤，你也吃不也打不着。因为啥？原先这种石磨的磨都磨不出来那些，知道不？现在有啥电磨能打米？你要是原先你光拐磨，你能累死你拐不出来那些。我那时候跟咱爷跟咱爹干的时候，我这那时候10几岁，我现在都60了，40多年头来，那时候只卖5毛钱斤。俺这个最少得100年，不止100年的得，咱这干着。因为啥？满地方逃荒就是干这，混路就是干生意，都是干小生意，知道不？俺一直我不离卖面房的啊，搁家里卖。原来是都是推那个4轮车搁家啊，要完的卖。热来捏面膜，捏面膜热来。抖抖边，抖抖边看住它，把边卷起来，不然看不住。这个看着跟摊那个鸡蛋皮一样，给摊煎饼了。不能叫它漏糟，漏糟它发黑不好看。哦，这样，漂亮漂亮，这相当于是2块饼皮把它包住了枣啊。那时候就盖一层，还得1个多小时才能腐烂啊。现在才腐一星星，就表皮熟了现在。我现在这个生意都顶蛋糕，蛋糕可多过生的都不买蛋糕，都是买这个。买蛋糕他我没得吃了，现在蛋糕过时。这个生意，他主要是不是这个东西值多少钱，主要这个功夫值钱，知道不？对，人的力气值钱。俺2口子这摆这多长时间，做好再卖。你这俺俩这出去打工，你也得给4、500块钱吧？小打小闹也那么多，10、20万块钱吧。我这馍是最贵的，都没有我的贵。我卖12，他卖10块；我卖18，他卖15。反正干生意，你叫他赔钱，他是不会干。不赚钱，谁也不会干生意。我们这你看用这个枣，全部是新疆灰枣、太极灰枣。我一年光用这枣，我都得种1000把斤，2、3万斤。这是这少没敢拉过来那些，这边这拉过来，卖的拉的，俺有个冷库单一放存到。这个累人的活，搁这站了一天到晚，这站着腿疼。大巧克力好了啊！这是顾客在下了订单做市区配送了。你家还给人家送了？对，之前最早的时候，俺这块只是到家，顾客到家自取。现在咱东西还是一样的东西，但是更方便了。可以市区去配送，外地的话，老顾客也可以邮寄，是这样。你是老板女儿？儿媳妇，他们做，然后我们负责卖。你这个也可以掺起来卖哈。对，像这个顾客他下的订单就是黑白黄3个口味每样来一点尝尝。1样1斤。他做的是拼装。这个就是商丘的特色地方美食连面馍，它这个呢就是里面是红枣，然后外面是那个糯米，这一块呢就是那种叫黄小米的。它这个表皮煎得很酥脆，而且里面是很糯的，有点像那个驴打滚的那种感觉。它这个里面是没有放白糖的，所以吃到嘴里面那种甜味其实就是枣的那种天然的甜味。这个是黑的，有没有点像那种巧克力蛋糕的感觉？以前他家正常最早做的就是这种黄糯米的，这个是后来开发的新品种。现在人比较讲究这种养生嘛，所以这种黑米大家都知道营养价值比较高，口感都是差不多的，就是它用的米的品种不一样。它现在这种黑的和黄的呢是卖18块钱一斤，那种普通的白糯米的是12块钱一斤。喜欢吃甜食的一定要尝尝这个，味道非常不错。我们老板可挣大钱了，这不今年从这个外地又开了2个分店，给他爸妈在保利那边花了3、4百万买套房，前面又把他那个车换了个更高档点的一个奔驰，花了100多万。你像我们这个店，你看不大，你30多张桌子，每天光翻牌，最少是2、3车。你要星期六、星期天的时候，有的时候翻牌他们都玩挨号都得等着。
他家这个门口啊，开奔驰的，开路虎的，这又来了一辆迈巴赫。全济南市做羊棒骨的，用内蒙古草地养的棒骨的，只有我一家，都是这边的内蒙货，不是那种进口的。那进口的吧，可能是在7、8块一斤，但是咱家的是它1倍还要多。那像你这个一次性的进货呢，要进多少呢？每次就是他们给我做完棒骨的话，我会把全款都给打给人家。银行转款现在63万，63万，对，收据。哇塞，你这一进货就是几十万去啊！对。这个就是锯开连就行了嘛。对，从中间锯开就行呗。咱好吸骨髓啊，是吧？这完了这些骨头得锯出来都得，15箱骨头这是。锯出来晚上得放水泡着它，泡个里边的血水是吧？时间短了你泡不出血水来。这个就是昨天晚上泡好的哈。对，昨天晚上泡了一夜，你看，把里边的血水都泡出来了。这个就是今天一天用的哈。上午先说上午量，下午再说下午量，给你下午卖的情况再来呀。下午这个大桶的200斤是不辣的，无香的就是，这个100斤是辣的麻辣的。烧到它，你看这血沫都出来了嘛都。哇，这上面一层全血沫子。对，这都是血沫子。这是羊排筋。啊，排筋。对，这排筋。也是跟棒骨一锅煮的哈。对，一锅出了，这个煮成辣的了都是。这个东西年轻的愿吃麻辣的都是。年龄大他咬不动也哈。年轻的特别愿吃那个排筋。这一盆子是肉筋，这个排筋上面有骨头，这个上面没有骨头，光有个脆骨。就肉多一点哈。对，肉就全是肉。这个煮的是5香的。对，这个做成5香的了。啊，你家还有肚包肉。这个是肚包脑，这个是脑子，咱是适应大众要求，是吧？这有喜欢吃这个东西的，这是啥？主要是羊身上的东西哈。对，这就是肚包肉。啊，这个是肚包肉。对，这个肚包肉里边全部是包的羊红腿肉。这个肚包肉都是自家加工的。都是自己加工的，个人包最起码对咱个人的产品放心，是吧？这是肠包肉，也是羊肠哈。羊肠包羊肉，我们这里边的东西啊，全部是羊上的。现在锅里都烧好了，开始下料了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红酒，就是那个火锅底料。火锅底料要把它先化开。对，化开它。这就是我们的秘制料。我看有点像那个，好像里面有红曲粉是吧？红曲粉，干餐饮的都知道的红曲粉，它是上颜色的，就是。这也是秘制的调料。都是提前配好的这个哈。对，提前配好的。这是做辣的，必须用辣椒。这个是什么品种的辣椒啊？这是辣椒王。辣不辣？这个？这个应该是又香又辣，抓个它容易出这个辣味儿，这香味儿、辣味儿都出来了。啊，这个配方啊，你都知道嘛？肯定都知道，干这么多年了，是吧？老板肯定把这么交给咱。啊，这个配方我也是光给老板俺2个知道。那你也可以出去开店了。开店，你现在开店这么易吗？现在你说你开店还确实不是咱这样干挣的钱多的。老板对咱也不错，是吧？工资也能高。你现在多少钱一个月？你反正能1万多块钱了吧？1万多一个月啊？啊，还可以啊，是吧？比你个人干买卖去强不？啊，干买卖个人能挣多少钱？再说年底过年过节还给个红包。去年给你多少红包啊？去年给了6万，今年我他自己也得给赚点钱的。我给他煮这个东西煮好几年了。那你这个都是新汤啊，它不是老汤是吧？每天都是新料啊，没有老汤，咱这儿没有老汤，这个当天都用完了都。那个老汤我叫老汤，我姓汤，哪有什么老汤？咱这儿一直都得用这新汤。这老汤你时间这么长了，你谁知道它怎么着了？变质了是吧？这怎么很难说的？这个放的生姜。对。哦，大葱直接剪刀剪下去了。对，这个长点断杆不超过这个。这个是不是咱这个特产章丘的大葱呢？是啊，章丘大葱啊。章丘大葱啊，这么出名啊，现在卖的贵不贵啊？不到1块钱吧，现在是。不到1块钱，这么便宜啊？这是糖色。啊，自己熬的糖色。对，自己熬的。这个是香叶。香叶熬里头。这个现在要煮多长时间呢？从下完料到煮好得40分钟嘛得，大调。哦，40分钟就好了，40多分钟就差不多了。听你们家工人说，你今年又买车买房了？你自己爹妈买套房，还有什么炫耀的吗？那说明你这个利润高啊。不是，咱这个利润没那么高，咱这什么样生意太好了。啊，咱一天1、2个能达到4万多，最忙的时候。
平时光打包的，一天就能打包个1万多块钱，这还不包括堂食，堂食的能达到3万多。你说好羊毛的话，你是随便吃58随便吃，68随便吃，那都是进口棒骨。你可以搜索新西兰的一只羊，成本价在人民币合才160多块钱。你想想这个在外国，在这个羊肉得便宜到什么程度了？这颜色明显上来了。对，这个料还要把它先捞掉哈。对，料捞出来，它要不影响美观，是吧？不好看。看羊排筋出锅，先出羊排筋哈。羊排筋。你家生意啊，一直就这么好啊？我们生意，在咱那个济南西边这片里边，你打的嘛，相当可以了。哎，一开始的时候也是不行，才开始干，这慢慢哪有这么个好啊，对吧？一开始才卖几十斤儿，因为后来越干越大，咱消费者认可咱那个口味了。现在一般是5、6百斤儿，你要刚忙的时候7、8百斤儿，反正是。长包肉出锅，这个现在吃的人也多啊。对，这个长包肉、肚包肉一直很受大伙的欢迎啊，这个卖量已经挺大，一直挺大。现在老板的经济条件好了，又生了个儿子，现在2个儿了都。啊，这个是人家要的肚包肉，肚包肉，这4个，这可以放到一个锅里面哈。对对对，让肉筋。你这个是怎么算的？这个？按斤。啊，88。啊，这个肉筋一斤是88哈。对，它光肉。啊。咱家棒骨吃完可以涮火锅，直接用这个汤，哎，非常好。啊。这一份是多少钱呢？总共啊？这一份是200多一点。这个是辣的哈。哎，这个是辣的。那你现在羊棒骨是卖多少钱一斤啊？羊棒骨的话是按份小份的120斤多。啊，这个还要剪一下哈。对，剪一下，都是肉块。这里面全是瘦肉啊。全是瘦肉，这个老人啊、小朋友都可以吃。我觉得羊肉啊还是带点辣好吃。对，带点辣好吃，辣的香。来啦，好，我拿蒜泥啊。你家那个炒菜有吧？有炒菜、烧烤都有。来给我来一个炒个素菜。炒个素菜。还有那个我听说你家有好像有那个叫烧烤的掌中宝。掌中宝好吃。有没有啊？有。给我来10个掌中宝。好嘞。兄弟们看一下，这个就是啊济南有名的羊棒骨，它里面啊是有这个叫羊排筋，这个就是棒骨。我们还要了2个肚包肉，它现在这个肚包肉是卖18块钱一个。这还有肠包肉。羊肠包肉，这一盘总共180块钱。他家最经典的就是这个羊棒骨，先来一块羊棒骨。这羊棒骨啊，看着肉还挺多的。听老板讲啊，他这个棒骨啊，全是内蒙的那种小羔羊的棒骨，所以说它这个骨头啊看起来就比较细，吃到嘴里边完全吃不到这种羊膻味。吃这个棒骨啊，里面那个骨髓不能放过。这个是叫肉筋，哇，这个肉多，一口咬下全是肉，而且它里面啊是带了那种板筋的，所以吃起来非常筋道。我觉得牙口好的还是吃这个肉筋啊过瘾。来一个肠包肉，以前那个肚包肉啊我们是经常吃，但这种肠包肉啊我第一次吃，它这里面都是那种小肉块。哇，这个也香，吃到嘴里面啊，满口就是那种羊肉的香味。再来一块羊棒骨，吃什么都没有啃骨头香啊。人家说这个靠骨香，靠骨香啊，这骨头边上这个肉是最香的。